一名身穿华服的男子从天上缓缓落下，身旁云彩环绕，下面跪着的人间帝王带头跪拜。原来这名男子自称神仙降世，可就在帝王转眼间，男子后边的云朵变成了一把把扫帚，而所谓的神仙失去了华服，只有一身的破旧道服。原来这名道士看不过人间帝王的暴行，这次是来警告他的。何为道士？翻手为风，覆手为雨，可敌千军万马，一跃进入画中，骑马潇洒离去。这便是道士的手段。道士也被称为真人、与士、方士、天师道，使用的也是经过淬炼的符纸，使这一方世界灵气适宜。道士之所以得仙受者，不行施行，世上更有妖魔鬼魅横行霸道。有通天的仙家使用法术，用结界封印3000精怪，便放下天道誓言，甘心3000年用神笛吹散魔气。但在门外看守的神官算错了日子，提前打开了结界，精怪身上的魔气因为3000年的封印开始变得更加浓郁，而仙家被反噬，只能被迫转生，而失去封印精怪又重现了人世间。3位神官也只能被迫寻找妖物。刚才那位戏弄人间皇帝的便是道士田宇智。田宇智本是一名游侠，在海外仙身上得到了纯阳道士的传承，但传承中只要符道一门学得精通，而其他功法却总是不得要领。虽然田宇智为道士，却有一颗侠义的心，戏弄皇帝也只是警告他的暴政罢了。但皇帝可不会容忍这样被人戏耍，下令让华坛率领全国的道士追捕田宇智。道士求的便是如心二字，随心所欲。他既能用法术伤害追来的士兵，又撞坏酒店，为老板心甘情愿掏出自己不多的钱财。身旁有一大狗妖大柱随他而行，亦是朋友亦是坐骑。镇上有大官看上了俏媳妇小玉，田宇智出手帮忙选择，狗妖大柱也在旁协助。俏寡妇小玉却仿佛看上了这出手相助的道士。田宇智并非单纯的出现在这里，而是在那名大官身上闻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。他带着大柱来到大官家中，看着官府上太过明显的妖气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他拿出一个大袋子，大官自然十分高兴，用手上的笛子一打开，里边正是他念念不忘的俏寡妇小玉。可仔细检查才发现，女子背后有一张符纸，一拿掉，俏寡妇小玉变成了一个大妈。田宇智就在身后出现。大官看到自己被耍，气得一拳打到田宇智身上。可奇怪的是，身为道士的田宇智居然被常人打飞了出去。面对赶来的护卫，田宇智抢起一把剑，又重回屋内。可几秒后又被打飞出来，这次他手上握着妖怪的神笛。屋内大官出来后，便出现了老鼠精的原型，立刻出手抢夺笛子，似乎笛子十分重要。田宇智利用道术绑住了鼠妖，鼠妖这时便吹动笛子，人们听到笛声瞬间晕倒过去，只有田宇智仿佛没有受到影响一般。随后一只兔子精赶到这里，还好田宇智又掏出一把符纸制服2只妖怪，他便带着笛子和晕倒的俏寡妇小玉离开了。华坛道士和3位神官赶到这里，原来是3位神官来到人间后，身上的仙法受到限制，只好请求华坛道长帮忙。华坛在收服了2只妖怪后，听说了田宇智的身影，更听到了那兔子精受到笛声召唤而来。4人一对视，心中便有了打算。画面一转，一处世外桃源之中，大柱对着一个老道士恭恭敬敬，这便是田宇智的师傅。据师傅所说，那个笛子很有可能是神话中的神笛。师傅看着晕倒俏寡妇小玉，面容惆怅，他在她身上看到了与自家徒弟的因果。不久，华坛便带着3位神官找到一所破庙中，田宇智的气息就在其中。庙中一幅画栩栩如生，华坛稍微施法便打开一处秘境，本来阻拦的大柱被一下顶住脉门，显出原形。田宇智本想靠着符纸给华坛过几手，结果被华坛略微教训了一番。师傅一招手便收走了田宇智的符纸。双方本来就没有大仇，华坛一行人刚坐下就解释几人来历，为的就是那个神笛来保护天下。只要找到仙家转世吹响神笛，妖怪就会散去。可师傅却说了一句道士中也可能有妖怪，3位神官就在旁边，这话显然是针对华坛的。华坛立刻拿刀取血，鲜红的血液缓缓流淌，不像妖怪的血液是绿色的。但师傅明显注意到了什么，只愿意给半截的笛子。华坛拿着半截笛子回到自己神庙中，手腕上的伤却突然开始流血，并且是凝重的深绿色。他开始恢复了记忆。华坛原本也是一名精怪，却失去记忆学起道法，心急的他想赶紧得到另外半截笛子。原来这笛子如妖魔吹响，就能唤醒转世的精怪，唤醒的精怪便听命于吹笛子的妖魔。华坛独自来到秘境中，暗杀了田宇智的师傅，却发现笛子早就被察觉的师傅放到了田宇智身上。
于是他把杀死恩师的罪名诬陷到田宇智身上。3位神官听说后非常生气，便念咒神诀，让田宇智被封印到化州500年。不料田宇智被封前拿着半截笛子，3位神官倒是无所谓，至少这500年内不会有妖魔被唤醒，而华坛做妖王的美梦只能再等500年了。时间匆匆而逝，3位神官和华坛隐藏在人群中。但这天，一位神官替人算命的时候，身后的壁纸变成了墨绿色。意识到不对的他立刻打开座位下的密室，里边只有2个破碎的瓶子。很显然，2名妖物逃出封印，3位神官靠着自身显然封印不了妖物，可华坛又消失不见。3位神官便回到博物馆中，重新念咒放出田宇智。这时兔子精和鼠精跟着3位神官的味道来到这里，没有符纸的田宇智根本打不过2妖。关键时田宇智牵引住敌人，3位神官再次念动神诀，狗妖大柱带着符纸出现了。田宇智拿到符纸后战力大大增加，瞬间把鼠精收服了。可在追击兔子精的过程中却意外被车撞到，车上下来的正是俏寡妇小玉的转世。没等聊2句，俏寡妇小玉的车便开走了。田宇智和大柱很快融入现代生活。他现在只有2个愿望，第一个就是找到华坛报仇，再一个就是找小玉再续前缘。但首先就是要找到兔子精。田宇智在一家酒店厕所中找到了受伤的兔子精，顺利收服了他。这时一名奇怪的客人突然找到神官，等那客人离去，封印妖物的收妖壶却突然碎了，而那名奇怪的客人便是消失许久的华坛。2名妖物得到自由，第一件事就是找3位神官的麻烦。这时华坛显出真身，用自己的收妖壶收服2只妖魔。华坛的阴谋就是得到田宇智身上的神仪，更是用自己的妖血来控制住小玉，用它来引诱田宇智的带来。符纸已经所剩不多的田宇智遇上准备500年之久的华坛，田宇智被打的所有的符纸都用完了，但还没伤到对方的一丝一毫。华坛拿到神笛后，便让3位神官把神笛复活了，接着他便暴露自己真实的想法，利用神笛召唤世界上所有的妖魔。但被控制的小玉仿佛也受到某种召唤，拿着桃木剑刺到了华坛的身上。原来小玉正是当年的仙家，听到笛声后便恢复了记忆。被反噬的华坛功力全失，面对田宇智的进攻，他露出了自己是妖魔的真面目。可此时大势已去，最后在3位神官的合力之下，华坛被封印到画中，故事结束。影片中的神秘倒数结合500年的穿越之旅，这无疑为影片增加了不少的光彩。尤其是其中穿墙的水墨画风格，先是触碰时的水墨荡漾，镜头回拉时出现的奇峰俊秀、云海浩渺的情景，让人感到惋惜。为什么中国古代神话剧上用到这样的特效，那该有多棒的艺术效果？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